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开箱，就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生日的小礼物，然后就是我以为我不会买的 Chanel 他们家的小费包。Chanel. 那在我开这个小费包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开，我就是脑波很弱啊，所以我就是在官网上也买了这个系列，就是他们 No.5 的那个 Factory 这个纪念系列。那我买了什么呢？其实我只买了一个东西，我之前有在那个频道上面跟大家看过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小香水，其实它很可爱，它就是这样转就可以，然后你要喷的时候这里有一个，你就这样喷一下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它这是很贴心，它这个是可以替换的，就是大家如果用完你可以买那个替换品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使用。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放在就是小包包或大包包都还蛮方便的。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想看香水，你们应该想看包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包吧。在我开这个包之前啊，看到这个盒子大家知道，因为真的非常小嘛，一定就是小费包。这2年呢、其实各个品牌都出超多小费包，那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们家的小费包。那去年应该烧片让大家非常燃烧的就是金球款的小费包，然后跟小的化妆盒子系列。但其实去年我也都没买，然后一直到今年，我真的就是被他们前段时间的有一个就是巴黎工坊系列，整个燃烧都快爆炸，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个 Vintage Chanel 迷，然后其实，在 Vintage 的世界里面有2只小包非常的可爱。第一个就是照片里面那个小腰包，大家分得出来哪一只是新款，哪一只是旧款吗？很难分，对不对？其实其中一只是旧款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新款。那个新款呢，其实就是这一次巴黎工坊系列我最喜欢的一个款式，是一个小零钱包，然后它可以作为腰包使用。那这个它出了很多颜色，包含了就是粉肤色，然后黑色，然后红色以及就是绿色。但这个系列啊，真的蛮难买的。然后其实这个系列它是他们新的双金珠系列。那除了个小零钱包之外，它还出了大家很喜欢的小的化妆盒的系列。然后当然，如果大家觉得费包系列真的太不实用了，同样的这个系列它也做在就是它的小的那个翻盖包上面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系列超好看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红色跟黑色这2个颜色特好看。但我跟你说，他们家就是这样，你喜欢的别人也喜欢，那就很难买，所以最后就留给了 VIP。当然我没有买到，那大家有没有很好奇，到底我买到是什么东西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。快乐的开箱时间又到了。这就是我这次买的小金珠系列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袋子呢，我们看一些小细节好的。这个是它的那个防尘袋，就是还蛮低调，整个都是黑的。然后通常他们家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有保卡嘛，那后面会有你的保卡号码。那我这还有一个它的跟身份证是一样的，然后跟个小的这个。好，那大家想看包吧？好，开包了。这个包真的非常的小。看一下细节，就是长这样。然后小金珠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包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这里是可以开的，它有一个这样子，这个是方便你要把它当腰包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小到底能装什么，因为看起来就非常的废。其实这个设计就是一个小零钱包跟小卡夹设计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妄想把你的手机啊，或把你的什么香水啦、口红放进去，通通放不下。它只能够放上卡跟钞票。大概我先准备了4张卡，然后我们就先放进去，然后可以塞下钞票。然后这个是出门防疫，我会带一个酒精消毒的这种湿纸巾，还可以放。然后钥匙，好吧，它真的超不能放的。大家看，就是差不多满了。所以
它就是一个装饰品的概念。老实说，我个人觉得零钱包这个系列啊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纸包。它就是你的小配件，它只能够装得下你的时尚态度跟你的信用卡，其他都装不下。但我还是蛮喜欢这纸包的，我觉得它设计很可爱，给大家看它可以怎么背。你把它拉到最长啊，它是可以斜挎的。这样子，但这个垫子有点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它会背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。那如果是比较丰满的女生，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背。然后它也可以，就是这个金珠啊，非常的容易在这边，非常的容易调节，你就压一下，它就可以拉长度。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这样子。当然你可以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么短，你就把它拉长一点，它也可以放长。然后其实我买这个包啊，是因为它的腰包。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，我超热爱 Vintage 的那个腰包系列。那因为这纸包是可以当腰包的，示范给大家看。然后它的腰包啊，它这个是可以拉开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系在你的腰上面。OK， 系上去之后，你就调链带，它就可以变成你的一个腰包的样子。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腰包这样子，很可爱。然后因为它很小，所以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穿这种长洋装，它反而就变成你的腰链。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可爱。那当然，这个可爱跟实用是没什么关系的。然后其实我买到这个腰包，我本人还是蛮开心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，我一直很沉迷一个 Vintage 的小包，就是蕾哈娜那一只。超级好看的，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老的跟新的到底有什么差异。其实你有发现吗？老包其实比现在还要更小，所以其实老包跟新包比起来，老包更像一个配件，而且其实二手市场的价格啊是比新包还要贵的。所以与其这样，我就不如买一个新包。然后这几年呢，因为Chanel涨价非常厉害嘛，那我觉得他们的定价策略就是一个 M 型化的概念，就他把它最经典的 Classic Flap 跟2.55就是已经涨上天了，但是他 create 了一个就是单价没这么高的小背包系列，大概就$2000上下。可是后来我细细的比较了一下，其实我觉得小背包的做工啊，跟它的一些比较经典款的，或者是它以前出的品相相比，我觉得其实小背包的做工跟以前是有一点落差，给大家看几个细节。这是我这次买的背包，大家可以看旁边的车线，大家有发现它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车的这么好，然后它的车线都会车到底，这是以前他们比较不会车这样车，原因是因为车到底这件事情啊，它用久了这里是会松的，然后另外是它的这个我买的是小羊皮，然后我觉得它跟一般我们买的这种大款的包包比起来，这个羊皮其实蓬度是没有那么蓬的，给大家做一个比较。我手上是2016年我买的，也是他们家这种2.55，应该是说也是这种零纹格的系列，大家可以看到蓬度跟色泽就有点不一样。这个包款的蓬度跟色泽其实就比较好，然后其实背包的蓬度跟色泽就没这么漂亮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金属件上也有一点差异。其实虽然说背包的金球设计很可爱，可是其实它链条的细致度跟一般的包款是有一点差的，给大家比较。这个是一般的系列的，然后这个是背包。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金属上细节，其实我觉得一般款的精致度会比较高一些。那当然，背包它比较小嘛，所以它可能做比较细，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做工上是有一点点落差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看不看得清楚。所以怎么讲呢？就是虽然背包的单价就是比较低啊，但其实老实说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做工上跟一般款还是有一点落差。那我觉得就看大家见仁见智，就看你会不会在乎。但 anyway 啊，我觉得背包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配件的概念，它还是相当可爱的。那就是今天的分享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的视频的话，也请大家帮我订阅。